Welcome back to the BRPD channel. 如果你刚开始认真拍视频做账号，或者想把照片和视频都拍得更像样一点，我反而觉得创作者第一套定焦不用想得太复杂，一个85毫米，一个35毫米，就已经能把很多创作者最常见的拍摄场景覆盖掉。85毫米负责把画面拍好看，想让画面从记录变成作品感，85毫米就是最直接的那一颗。35毫米负责把内容拍完整，你人在什么环境里，口播和产品之间怎么切，它都能交代清楚。这就是我这次想聊星耀这两支镜头的原因。一支 AF 85毫米 f1.8， 一支 AF 35毫米 f1.8， 都是全画幅，都是自动对焦，也都有索尼 E 卡口和尼康 Z 卡口。但看任何一支，它都不是那种能把你直接镇住的产品。但这两支放一起，它就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位置，给刚开始认真拍视频、拍照片的全画幅用户凑一套价格没那么吓人的自动定焦组合。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PD 的频道。今天这期我们要聊星耀的85毫米 f1.8 和35毫米 f1.8。这不是一条国产镜头吊打原厂的视频，也不是那种硬把便宜镜头吹成神镜的内容。单纯好奇国产自动大光定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自购2颗和大家分享。原厂当然好，对焦更稳，系统适配更放心，边角做工售后，长期使用体验也更成熟。但问题是，如果你刚开始拍视频做内容，想凑一套35毫米和85毫米的全画幅自动定焦，用原厂去配，预算很快就上去了。这个时候问题就变了，不是原厂还值不值得买，而是一个普通创作者能不能先用一个更低的版本，把85毫米和35毫米这套拍摄逻辑先跑起来。星耀这两支镜头真正有意思的点就在这儿。它不是让你一步到位，也不是让你不看原厂，它更像是先给你一套入门门槛更低的选择。85毫米拍人像和质感画面，35毫米拍日常，先把内容做起来，先让画面跟以前不一样。虽然35毫米很重要，但35毫米的价值来得比较慢，你用的越久，越会发现它顺手。口播能用，桌面能用，街拍能用，环境人像也能用，但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让你觉得惊艳。85毫米不一样。85毫米的反馈特别直接，人往后站一点，背景离远一点，光圈一打开，画面的质感马上就跟套头手机普通变焦拉开了。你不需要特别豪华的场地，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灯，只需要背景有一点层次，它就能把被摄主体从环境里拎出来。因为它最容易让普通观众看懂我为什么要买一颗定焦。这个星耀的85毫米 f1.8，1000多块，全画幅，自动对焦，这个组合你会下意识觉得它肯定会在某些地方省回来，但用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草率了。首先，它一定没有让我觉得可以和原厂镜头掰手腕，也没有那种一上手就高级感拉满的感觉，但它拍出来的东西确实不像是一只买回来玩2天就吃灰的便宜镜头。街边车灯、橱窗、路边一点霓虹，85毫米一压，背景虚化后，被摄主体会干净很多，也就是路人眼中那不正确的电影感。我不是说这支镜头突然把画质变成顶级，而是它能给你一个很直接的画面变化，改变你作品的即视感。85毫米在这件事上很有效率，它不是万能，但它会制造差异。当然，星耀这颗85毫米也不是没有缺点，光线复杂的时候，对焦也不是完全不用管。如果你特别在意呼吸效应，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存在感。当然，你也不能拿它去套高端原厂镜头的标准，然后要求它全开边角、追焦、逆光全部都稳。但我觉得关键不是它有没有短板，而是这些短板有没有让你不敢用。至少在这次体验里，我没有这种感觉。静态人像它能拍，轻微走动它能跟，街头抓拍也不掉链子。素材拿回来以后，主体、中心锐度、郊外氛围，这些最容易让观众看到的地方，它都能撑得住，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因为很多低价镜头的问题，不是拍不出1-2张好照片，而是你不敢把它放进正常的拍摄里。你会担心它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担心拍完回来素材不能用。星耀这支85毫米，至少给我的感觉是，我愿意再次把它装上机身，这就不是买个便宜镜头玩玩的状态了。而且85毫米对新手特别友好的一点是，它会很快给你正反馈。同一个人、同一个地方，
换一支85毫米，背景一压，人物一出来，画面马上就会更像作品，你能立刻感受到焦段带来的变化。那35毫米在这套组合里是什么角色呢？它不是主角，但它不能没有。如果你整条视频都用85毫米，画面很容易变成一堆漂亮的特写，每个画面都很好看，但是观众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人和环境有什么关系。35毫米就是来补充这件事儿了，它能拍口播，能拍桌面，能拍街头，能拍你走路时候看到的城市，也能拍下一些环境人像。它没有85毫米那么强的虚化和压缩感，但它更像一个日常机位。真正拍一条完整视频的时候，35毫米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比85毫米还要多，只是它不像85毫米那么外放。35毫米的好是你拍的越多，越知道它为什么必要。它负责把内容撑起来，85毫米负责把几个关键的画面拉出来，一个让视频完整，一个让视频好看。这个搭配比单独一支镜头更接近真实创作，所以我觉得星耀这次的思路是能看懂的。它不是只扔一支便宜的85毫米出来吸引眼球，而是把35毫米和85毫米这两个很典型的创作者焦段都做成了自动对焦。对预算有限的全画幅用户来说，这不是一步到位的豪华方案，但它给了你一个现实的起点。所以不想把这两支镜头聊成原厂平替，平替这个词儿有时候太粗暴了。原厂贵有贵的理由，国产镜头便宜也有一定它妥协的地方。真正该聊的不是谁替代谁，而是不同预算的人群能不能更早的进入一套有效的拍摄逻辑。35毫米加85毫米就是这样一套逻辑，而星耀这套组合的价值就是把这件事儿的门槛往下拉了一点儿。但如果你问我这两支镜头谁更值得重点看，那我觉得还是85毫米，因为它更容易出片，更容易让普通观众看到变化，也更容易让一个刚开始拍视频的人意识到，原来换一个焦段，画面真的会不一样。35毫米或许是你经常会用到的镜头，但85毫米是你更容易因为一个画面而记住的镜头。它不完美，它也不是原厂平替，但它的价格让国产全画幅定焦自动镜头变成了一个普通创作者会认真考虑的选择。35毫米把这套组合补充完整，85毫米把这套组合变得更有吸引力。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依旧，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